是老九门中最狠毒的陈皮阿四，仅凭九爪钩就可以和佛爷打成平手，更是用一己之力灭掉水皇，坐上了四爷的位置。可为何敌不过眼前人的一招？你到底是谁？我就下去看看。你撒谎！起先吴邪在逃出迷雾村后，便想问问三叔究竟发生了什么，可却找不到他的踪影。为了得到他的线索，吴邪竟用自己的麒麟血来换取消息。殊不知，他又一次踏入了设计好的圈套之中。要是真想知道这吴三省背后的秘密，这静儿宫你是非去不可。于是他便拉上王胖子来到了静儿宫。所谓的静儿宫也叫阴阳缩，顾名思义就是一个镜像，上面和下面一模一样，完全对称。吴邪和胖子发现这座古墓同样是被汪藏海改造过的，并且跟云顶天宫也有着莫名的联系。可随着两人的深入，他们竟在这里发现了老九门人留下的痕迹。石像上的机关明显是被铁蛋子破坏，装有蛇眉铜鱼的宝盒也是被九爪钩抓走的。很明显，九门中同时会这两样绝技的只有陈皮阿四，可胖子却又皮了起来。你说这承重机关当初是放哪儿呢？你找什么呢？这不这儿呢吗？哦，就放这儿了。经过王胖子的神操作，墓室机关瞬间启动，两人只好钻进一条密道。眨眼功夫来到了一间恐怖的墓室，墓室里到处都是骸骨，无数虫子正向他们爬来。只是眨眼功夫就缠住了吴邪的脚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那个男人又一次出现了，接着便是一阵刀影闪烁，线虫当即被切成碎片。来人正是吴邪的挚爱张起灵，可还没等几人叙旧，张起灵就感觉到了危险。眨眼功夫，一个长发老者就持刀逼近。老人虽然穿着邋遢，刀法却十分了得，就连张起灵一时也无法取胜，一直和小哥打到了外面，却没想被一伙人给围住了。原来是守护吉尔宫的部落赶到了现场，却没想张起灵竟会他们的语言。我能拼巴姆萨里，韩家，好喜欢你的帕姆。原来这个老人竟然是部落的夸雄长老，由于被困古墓长达40年，势力出现了一些问题。就在吴邪担心长老会怪罪他们时，恢复势力的长老竟直接跪在了张起灵的面前。原来张起灵曾经是他们的首领，随后便说出了40年前发生的一件怪事。40年前的一天，他们正在祭拜山神，一声巨响后，原本的吉尔宫竟直接坍塌了。随后一个男人就来到了部落求救，殊不知这个男人正是老九门的陈皮阿四。他谎称自己是武汉大学的教授，在带领学生考察古塔时遭遇了意外，现在自己的学生不见了踪影。淳朴的村民当即将他带到了卧佛岭，随后便展开了营救行动。陈皮趁村民寻找学生时，迅速拿出罗盘开始分经定穴，很快他就找到了静儿宫的位置，随后利用锁匠快速进入古墓。快到底部后，他却悬停在了半空。只见他掏出铁担子，朝着石像双眼打了出去，在破坏了机关后，又拿出了九爪钩开始续。就这样，他轻而易举拿走了装有蛇眉铜鱼的宝盒。就在他想进入地宫深处时，却碰到了来吉尔宫搜救学生的村民。陈皮为了防止事情败露，竟狠毒地丢出数枚铁担子，将村民尽数射杀，却没想被年轻时的夸雄长老看到。他也终于明白了过来，根本就没人掉下来，你是来夺宝的，残杀我的族人，好狠的心，我跟你拼了！两人当即在墓室里打了起来。虽然陈皮武功了得，却也不是长老的对手，甚至连九爪钩也被夺了去。可怜他早已不是当年的陈皮。陈皮知道不是长老的对手，当即掏出真理一顿扫射。好在长老躲进了一扇石门，可陈皮却还要赶尽杀绝。随后便逃出了地宫，可却遇到了赶来的首领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下去干什么？我不知道谁又出动了机关，那地宫又开始往下塌陷，我怕他们有什么危险，我就下去看看。你撒谎！我们部落的规矩，他犯了错还要害人，是要被割去双眼的。我们的首领亲自出手，就像牵牛油一样，他那双眼睛就废掉了。自此陈皮便销声匿迹，江湖上再也没了他的音讯。这座劲儿宫也没人敢再进去，夸雄长老则被困在了古墓40年，而困住长老的地方却十分诡异，就连神秘的张起灵也感觉到了危险。我对这儿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感觉，越靠近头疼的越厉害，必须赶紧找到，否则有危险，我怕我保护不了你。